我们在 Kopitiam 还是什么，我们肯定有时候听到你可以买你的 Datuk Ship 啊，还是什么很容易啊，每一个是 Datuk 来的，还是 buy for free one 还是什么啦 Buy for free one，有这样的讲法在外面，拿到单据是 post 啦就送给他的，直接在 online 就可以买到了。年轻的有，老的都有 ，sensitive 的人都还有。所谓的 sensitive 的人，就是可能大家都懂的。这个是一个假的 website 来的。OK， 造假的一个网站。他们都给钱那个人会给他一些东西，瓦迪卡、斯联邦、offer letter 什么都有，这个没有。就这本书没有。这本书没有。OK， 你会觉得他们甘愿受骗吗？就是他们宁愿受骗，也是想要拿到这个title。每个人都讲他是 victim 来的嘛，但是他是不是 victim， 我不敢讲，我不是他。欢迎你收看百科会客室，我是景龙，在我旁边的呢是 Justin。Justin， 你是真大豆还是假大豆？我的啊，你觉得呢？你可以请我过来今天。Justin 是如假包换的真大豆。OK，Justin 呢，他是马来西亚拿督理事会的总裁正。那今天我们就请了 Justin 过来我们的节目，然后去跟我们谈谈这个真假大豆的事情。为什么要和大家去谈一谈真假大豆的事情呢？是因为最近马来西亚呢，就有知名的网红就被说呢，他是使用了没有经过授权的拿督头衔啊。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觉得说，是不是可以花一点时间和大家去教育一下，或者是分享说什么是拿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想要问问看 Justin 啊，其实拿督在马来西亚的话，是不是常常会有很多的误解？大家听到拿督的时候，当你自称是拿督的时候，别人对你的感觉或者是感受是什么？是他们会觉得是，如果我们是拿督来的，是我们比较认识多人一点。是为什么呢？是很多大人还是很多 politicians 还是谁还会拿到这个 title， 所以他们觉得是一个尊重在那边。那其实有人会问想说，其实你们跟一般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别？比方说像是你们买房子会比较便宜吗？或者是你们的车牌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还是其实是大家的误解？没有差别的，是一样的，我们一样是人来的，一样是这一个普通人，但是他其实比较受到大家的尊重。对了，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头衔在。对，我可以知道你什么时候拿到这个头衔的吗？我是2018年。对你来讲的话，它的压力大吗？就是你得到这个头衔，对你来讲，你的感受？我的感受是一个 life experience 啊，所以我没有想到我会拿到这样的拿督的 title，所以是一个 surprise 给我。我觉得你做了一个拿督，你是一个 leader， 所以这样去做人是要 humble 一点，要 respect 人多一点，不要去做不坏事了。对吗？要做多一点好事，可以帮到人，我们可以帮到50帮。所以为什么这个title我觉得是天给我的，所以有得到这样的东西，你一个 leader 你这样去做了 ，you lead by example。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吗？没有什么分别。为什么我没有想到我会atas一点还是什么一样啊？我一样是人啊，是普通的人啊。继续做你觉得对的事情。OK， 对。刚才一开始我们就介绍 Justin 你是马来西亚拿督理事会 MDDM 的一个总裁正。对。我们可不可以跟大家去科普一下，其实 MDDM 是做什么的 ？OK， 所以我们 MDDM 的 role 是我们每一个 member 是真的拿督来的，是真的是成立的拿督。所以如果要做我们的 member， 你肯定要 submit 你的profile 跟你的瓦迪卡跟你的 letters 还是什么，才我们会去 SUK 那边 verify 你是 legitimate title holder 才可以做我们的 member。是，如果我今天获颁了这个拿督头衔的话，我是自愿性还是就是一定要去参加进入到这个理事会？自愿性的啦。OK， 目前在理事会的部分得到你们的数据的话，马来西亚是有多少位的拿督啊？我都不可以讲，这个我都忘记有几个，但是我知道是很多是不成立的。
OK，所以如果你没你在外面听到是很多是讲你 throw 一个 stone， 每一个是拿督来的，但是我们有很多 application 进去我们这里，我们做 wedding 的时候是很多是假的，是不成立的啦。目前 register 在 MDDM 旗下的会员 member， 就是拿督会员的话，对，有多少位呢？我们现在有400多个。OK， 刚才嘉信跟我们去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就是其实有一些人他是 unrecognized 的。对，我们过去在报章、在媒体上，我们也是有听说过有些人是使用的是不被承认、不被授权的这个拿督头衔。单今年理事会得到的这个接到的投报，有多少宗？我们差不多4 figures 有个四位数的这样一个数字。对。各种各样的一些非法的管道，你听过最夸张的例子是什么？就是他们怎么样去拿到这些不被认可的拿督头衔？是很多是给别人，他们讲是给别人骗了，但是我觉得是他们的 responsibility 来知道，如果你有拿到一个 title， 你要知道他的 procedure， 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是你在外面听到，很多人是卖回来的 ，OK， 很多人是找到 agent。还是 buy for free one 还是什么啦？你在外面听到的东西 ，buy for free one，有这样的讲法在外面，但是很多是假的，所以他们找到一个 agent， 那个 agent 都会跟他们讲，我可以拿到拿督给你，你要给几多钱，所以他们觉得还是去买菜这样，他们都给钱那个人会给他一些东西 ，OK， 这个一些东西是瓦迪卡、斯联邦。offer letter 什么都有，但是没有这个。我们今天在这个整个桌子就摆满了 Justin 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道具，一些有徽章那些等等的一些情况，可能可以请 Justin 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你刚刚说有各种各样他们可以买到的假的东西。但我们现在摆放的是真的东西。对了可以请 Justin 给我们去介绍一下，既然已经带到了这些瓦迪嘎其实如果你今天是proper 的，是一个真的拿督的话，你会经过哪一些的程序 process， 会拿到什么样的 items？ OK， 所以第一，你 SUK 会送一个 offer letter 给你，讲他们要给你一个 title 啦，几时去完工入带。几时去见到端固嘎隆，OK， 跟那个 invitation letter 什么我们要填好了，我们会 email 还是 fax 给 SUK， 我们才可以去。OK， 这是第一个从 SUK 周秘书得到的这些信件邀请信，请你去到王宫，去 rehearse， 去彩排，然后去什么时候去正式的有这样的一个仪式，这第一个 items。OK， 接下来最重要是我要 highlight 是，你有一个nombor rujukan 的在这里。OK， 所以SUK 会给你一个nombor rujukan。如果你想知道你这个 letter 是真还是假的，你可以打你那个 SUK 那边去给你这个 rujukan number 去看那个 system 里面，有你的名字嘛？你可以 check 的。所以很多人没有 check。很多人是讲那个人会跟他讲，你可以去 immigration， 你可以去SSN， 你可以去 bank 去放那个拿督带你的瓦迪卡去不了。OK， 所以我们等一下我才进去这个，所以 check 一下，打电话给 SUK check 一下你的名字有在里面吗？有在 system 里面吗？但确实是有人造假这一份文件，但他造假不了的是这个 rujukan number。对。那如果说你是拿到了这个 invitation letter 的话，你要去看一下这个号码，对，那你就可以确认说你到底拿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 item。你的名字在 system 里面是不是他们有 offer 你了 ？OK， 这是其中一个他们可能会造假的。所以你听说到的话，就是他们会造假这个东西，这个邀请信。还有什么是在坊间他们会造假的东西 ？OK， 第二，他们肯定跟你讲，你可以进到 Istana 的。但是你拿到东西的时候，你叫你自己拿到的时候，你一直追他的时候，他讲：“哎呦，你现在不可以进，但是你的名字会进 system。如果你要进，要等一下，但是没有可能进得到的。如果有进到如果他们有进到还是什么，那个是 Photoshop 来的，没有进到 Istana， 没有可能的。
那个 system 是王宫的 system， Istiadat system 对。Istiadat system，OK，然后还可能会造假其他的东西。对，所以如果我们去 Raptai 的时候，我们是 rehearsal 啦。过了 rehearsal，我们investigate day 的时候，端姑会加弄给我们这个10联邦。OK， 所以这个兵案跟那个10联邦是端姑加弄给我们，跟这个书，这个书在里面是那一天的 recipient 是谁，他的名字在里面的，我的名字都在里面了。OK，so 很多人拿到这个东西，他们不明白，没有可能你会拿到这个10联邦跟那个兵案的，为什么呢？是端姑加弄给你的，你不可以自己带，自己进去，自己什么的，所以肯定这个东西没有可能是别人会给到你的，如果给到你是假的。OK，然后还有这个东西跟这个瓦迪卡啦，瓦迪卡，所以很多呢，他们 agent 做呢是会给你瓦迪卡，跟你的 offer letter， 还是你的联邦，还是你的兵案，还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没有进到王宫，都不用说了，没有可能是真的。他们每一次是会跟你讲，你要加钱才可以进去所以 they will open a ridiculous amount 啦，所以你肯定不要用这样的钱的嘛，对不对？他们都跟你讲你是什么？你是在 system 里面，所以有一个啦 ，OK， 这个是一个假的 website 来的，是他们 agent 自己做的，有几个啦，不是一个不了。如果你可以讲呢，可以看呢，那个 webpage 是 Anugerah。OK， 这个 page 是 Anugerah， 然后 .bingat Istiadat， 虽然讲是 GOV government 的网站，但它其实是造假的一个网站。对了。然后你通过各种方式买到了这个 title 了之后，它就会在这个 system 去 update 你的名字，是吗？所以他们证明给你的时候是开这个 system 给他们看呢，所以你都看到你的名字在里面嘛，有几个的，不是一个不了。所以它整个系统是很 complete 的，很完善的。对了，它又有邀请信，然后又可以拿到 items， 然后连你的名字在 system 都会出现你的名字。对了，但是如果你去 istiadat.gov.my 这个 system 是对的 system， 我们马来西亚的 istiadat 的 system 来的，没有可能有你的名字在里面的。OK， 你过去听到一些更夸张的例子还有吗？就是除了讲说它是背后整个的系统很完善，你可以拿各种各样的东西之外，其实有一些 case 是不是也是很夸张的？还是你听过的？听到是单税拿到单税是 post 啦就送给他的，他们来见我们，是叫我们帮手哦。对了。单税、大豆税有 post 啦，就有什么都有了，是很多这样的东西来的。是昨天我刚刚有人送给我，是有一个 accessory shop 是买那个 undang lot Johor 的大豆税，在 online， 直接在 online 就可以买到了。哇塞！是那个问题是这样，如果不是我们的收单，还是我们的Yang di-Pertuan Agong受封给你的，进去一那受封给你的，是没有可能是真的。OK， 第二，你有Mindanao，你有苏禄，你有南宁，有人做假的 undang lot Johor 啦 ，undang lot Johor 都有帮我们做一个 PC，讲他们没有给这样的title，没有bingat besar的，是Yang Tuan Besar才可以给的。所以他们没有封这样的大豆，还是给别人的。还是putri还是什么，很多人用这样的 illegitimate title 了，我们是讲不成立的，还是不受认可的。OK， so 很多人觉得南宁还是什么可以用在马来西亚，但是不可以。所以我们的 constitution 是讲，我们的端姑收单还是端姑Yang di-Pertuan Agong受封，还是 governor 受封给你，才可以在马来西亚是 legitimate 的。是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有时候他们打电话给我们report 这样的东西还是什么，所以我们会了解一下是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去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讲 OK， 他们是给我们这样，我们有收封，但是在 hotel 还是在 restaurant 还是在家里收封给他们，在 restaurant 收封。对了，so what happens is 他们觉得我过了这样的情况，我是真的拿到还是什么？对，你可以讲闽南到苏禄他们有自己的 laws，
但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constitution 跟 law 是你不可以用在这里。对，你就是要 proper 就要经过马来统治者给你对了才是真的。对了哦，OK，嗯，我好奇啦，因为刚才嘉信你提到讲说有人是 post 蜡烛嘛，对呀、然后买到这个头衔，他是当初是用多少钱？那个我不方便讲。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嘛，就是它是便宜到大家可以随随便便就可以买到，还是怎样？什么价钱都有的，不可以讲什么，是看那个 conman 要这样开那个价钱给你看，看你要给几多了。所以很多在外面我不理是便宜还是贵的，是一样，你不进去那个 process， 你那个是不成立的，是不可以在马来西亚用的。所以那个 report 的时候，他是讲说他有拿到这些东西。对呀、我们有几个我们有帮到他们去做 report 了，是他们拿的东西是这样，每一个东西都有，是这个没有。就这本书没有。这本书没有 OK， 这本书就记录那个所有获封者的这个名字。对了啊，像这本书的话，因为 Justin 你之前是有获封嘛，所以你的名字也是在里面。对了。OK， 所以更多一个呢，他们是很多呢，现在他们都有做这个 Photoshop，给我们呢，我们是这样的，我们 Istana 是这样的。 OK， 这是当初Justin 受现在是封的时候年轻啦，OK， 当初更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受封那个拿督的头衔的时候，所以刚才讲说 Photoshop 的话，就是那一些所谓的商家，对了，他们甚至换了可以帮你 Photoshop 在里面。对了，哇，所以有几个 victim 来见我们有帮他们，他们都过这样的情况，一模一样的情况。你会称他们叫 victim 吗？就是他们是自愿买的吧？对，自愿买，但是他没有，他们不 responsible 去知道那个 process 是这样，他们觉得是很容易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 Kopitiam 还是什么，我们肯定有时候听到这个人讲这件话，这个人讲这件话，他们都觉得是对了。你可以买你的 Datuk ship 啊，还是什么很容易啊，每一个是 Datuk 来的，太多在外面啊，还是什么？我们平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对。但是这个是一个 myth 来的 ，word of mouth。但是没有这样的东西那么容易拿到一个 title 的，真的会以为说大豆是可以买到的。对了，所以我想 educate 他们一下啦。如果有这样的人跟你讲，他会进去 system， 还是他会搞定给你，还是你没有进去完工，你不要听啦，没有这样的东西的。所以你一定要 responsible，especially 那个你知道你不成立的你是不是 legitimate 的，是你 responsibility 去拿你的 title 出来，不要用了。跟如果你去什么 event， 如果他们有给你的 prize 还是什么，是你的 responsibility 跟他们讲，我不是Datuk，我还是不是Datuk Sri还是什么了。所以很多人我都明白你给人骗了，但是你都有 responsibility，if not you might land in big trouble 啦。你会觉得他们甘愿受骗吗？就是他们宁愿受骗，也是想要拿到这个 title。会不会有这种人？这个我回答不到，为什么每个人都讲他是 victim 来的嘛？但是他是不是 victim， 我不敢讲，我不是他。但这一个头衔的最大的吸引力，是因为他的 social status？你可以讲是 benchmark 啦。不是讲 social status 啦，是 is another benchmark for your life 啊，that means is 一个 experience 来的，谁不要拿到一个 title 还是 recognition 的。这一些所谓的 victims， 他们在跟你们 report 的时候，他们的年龄层是有各种各样，有年轻人，有比较长辈，还是其实比较多是？你讲这个 question 是很好，所以为什么呢？现在他们端姑跟 YDPA 呢，是如果你肯定要40 and above 才可以拿到 Datuk ship 40 and below 是没有可能的啦。所以是很多是年轻的有，老的都有，所以我们都可以讲，还有 sensitive 的人都还有 sensitive 的人。所谓的 sensitive 的人，就是可能大家都懂的，有知名度的。对了。OK， 了解。我们谈到各种各样的 case，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很难去想象啦。但既然它已经在马来西亚发生了，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是要跟大家去宣导，你要怎么样去知道辨别说你眼前的这一位
到底是不是真的大豆。当然今天是Justin是我请来的，我当然知道他是真的大豆。但一般人如果我听到别人讲说，我是大豆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 differentiate， 我要怎么样去辨别说他就是一个真的一个大豆？第一，你可以拿到他的名字，去 www.istiadat.gov.my 去 check 一下，他的名字在里面嘛。如果你觉得你 suspicious 啦 ，OK， 过了，如果你觉得他有骗过你的钱，还是他用一个 fake title， 你可以做一个 police report under Acta 787的。So Acta 787 minimum 是10千 ，maximum 3 years jail。所以现在我们 MDDM 是Pfizer 要改，那个 minimum fine 是300千，跟那个minimum jail time 是5年。所以现在by next year Parliament 会 pass 这个东西。所以很多人我是 advise 你们，你去 check 一下你的 title， 如果是假的还是不成立的 ，please stop using it。Unless you do the crime, then you do the time. OK， 所以刚才Justin也跟我们去讲说，其实那些现在还在用着这些不被认可的大豆头衔的人啊，你们就停止使用了，不要再继续用这样的一个行动啊，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会被对付等等的一个情况。对了，所以我们 MDDM 明年开始我们会比较 full force 一点啦，因为我们有很多 data 很多 reports 了。是 public 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会 take action 啦。所以如果真的去 check 一下，你的东西是成立还是不成立的。但是我就讲了，那个 red flag 是第一，你没有进去完工是没有可能的。第二，你可以拿到这样的东西，没有进去完工是不 make sense 的。第三，如果你觉得你是对，你有什么不要去看那个 website， 去看 istiadat.government.my， 还是打电话给你的 SUK。不要看那个号码在这里的，为什么呢？我们有发现到了，他们放自己的号码在里面，哇，自己的号码说他是自己的 office 来的，所以你打电话去的时候，你去 check， 他一定跟你讲你是真的，你是真的所以你要做你 due diligence 的哈，所以你 Google 你的 SUK， 你是哪个 SUK， 你是巴安 SUK 还是哪里的，打去 SUK 找 Bahagian Istiadat， 给你的名字跟你的 nombor rujukan 还是你的 IC 号码，他会帮你 check， 跟你讲你的是在 system 里面还是没有。OK， 很多人他们知道了他们的 title 是不成立的，OK 不被认可的，所以他们知道我不可以用 Datuk Sri， 我不可以放 Datuk Sri 了，对不对？OK， 他们会放 DS， 就是让大家以为他是 Datuk Sri， 对了，但他就走一个中间一个灰色路线、灰色管道。哇塞！但是过了明年这个787我们改了的时候呢，你放一个 DS 你都一样中抓的。So we also need the help of the public. So public 是很多打电话给我们，是送那个 data 给我们profiling 给我们，但是我们都是要他们去做一个 report。为什么呢？他们是那个saksi来的，他们拿到名片还是什么，是他们，是我们 association 我们可以做 report， 但是如果我没有看到他，我没有拿到那个 evidence， 我都不可以做什么的，对吗？所以最重要是他们会 lodge 个 report， 他们可以打电话给我们联络我们，联系我们 MDDM， 我们肯定会 assist 他们的。了解第二是很多人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 endorse recommendation。给端姑他们拿 datukship， 但是我们的 association 是没有做这样的东西的，so 你要自己去找这样去什么啦，OK， 我们没有 endorse 的。好了，听到这里，其实我们大概知道说，其实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假拿督的情况，它确实需要受到控制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你下一次听到别人自称是拿督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加的注意一点点，或是你至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verify 的动作、核查的动作，来确定说对方是不是真的大豆，要不然的话，你真的就会被对方欺骗了你的感情。而且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使用没有经过授权的这样一个拿督头衔的话，你可能就会违反了这个787法令
也就是刚才那个嘉欣所说到的这个熏咸相关罪行法令你就会面对一些刑罚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啦。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Justin 跟我们去好好的谈一谈真假大斗的事情，让我们更加多懂一些。那么在荧幕前的各位呢，如果你还有哪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抛问给我们。那么我们一看到之后呢，也会来尽量的来做出一些回答的。那么我们下次见了，拜拜，感谢嘉信 ，Thank you。谢谢。